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聊一个听起来像科幻小说，但其实正在现实世界里被科学家认真讨论的话题——气候工程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人类试图用科技手段给地球降温。听起来很酷，对吧？就像是给地球安装一个巨型空调。但问题是，这空调要是坏了，会不会直接让地球罢工？首先，我们得知道，人类的确在加速改变地球的气候，温室气体排放让气温升高，冰川在融化，海平面在上升。于是，有些科学家开始想，既然我们很难马上停掉所有碳排放，那能不能直接动手改变气候本身？这就是气候工程的思路，它主要有两大类。第一类叫太阳辐射管理。想象一下，夏天太热的时候，你会拉上窗帘，让房间凉快点。太阳辐射管理就是在地球尺度上拉窗帘。比如，有人提议往大气层里喷洒硫酸盐微粒，模拟火山爆发后的效果。因为大型火山喷发会把大量微粒送进平流层，反射阳光，地球就会降温。听起来还挺聪明，但问题是，这就像是给天空打一层防晒霜，一旦开始，就很难停下来。你要是突然停止，大气里的颗粒会在几年内消失，气温反而会急速上升，那时候的冲击可能比原来还要糟。第二类叫二氧化碳移除，这个就像是给地球做清肺手术，把多余的二氧化碳吸走。有些方法是种树、培养海藻，利用自然界的碳循环；有些则是建造大型机器，直接把二氧化碳抽出来，再埋到地底下。听起来很前进，但问题是规模太大了，要吸掉人类几十年的排放，得建多少机器，耗多少能源。有点像是家里被垃圾淹没了，你打算用吸尘器清理，可这吸尘器得有摩天大楼那么大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问，那到底能不能做？答案很复杂。支持的人说，我们已经没时间了，这是最后的备用方案。反对的人说，这太冒险了，可能治标不治本，还会有副作用，比如往大气中撒颗粒可能改变降雨模式，有些地方乾旱，有些地方洪水，谁来负责？如果某个国家偷偷实验，结果影响到别的国家，那是不是会引发国际冲突？所以，气候工程不仅是科技问题，更是政治和道德的争论。想象一下，我们正在开一辆巨大的列车，车头就是人类文明。因为我们烧了太多煤和石油，这列车一路狂奔，往悬崖冲去。气候工程就像是有人提出，要不我们在半空中造一条临时铁轨，让火车先别掉下去。听起来可能能救命，但这条铁轨建得稳不稳？能撑多久？没人敢打包票。更深层的问题是，我们真的有资格去操控整个地球的气候吗？当我们试图用科技重写自然规律，这是拯救，还是另一种傲慢？也许，气候工程最大的风险，不是技术本身，而是人类的心态。如果我们觉得有了备用方案，就不再努力减排，那地球的压力只会更大。有人说，气候工程就像是在玩火，火可以煮熟食物，也可以烧掉整个家园。人类历史上，每一次我们玩火，总是伴随着代价。核能、基因改造、人工智能，哪一个不是如此？所以，气候工程到底是希望还是陷阱？也许答案不在于科技能做什么，而在于我们如何使用它。未来某一天，地球的天空可能真的会被人类刻意改变。当你抬头看见那片略显陌生的蓝天时，你会安心还是心慌？这就是气候工程留给我们的最大谜题。如果有一天地球真的需要这台巨型空调，希望我们是用来救命，而不是用来掩盖自己的懒惰。因为真正能决定地球命运的，不是那层人造的防晒霜，而是我们是否学会对这颗蓝色星球负责。